我们刚刚才在谈说，中国的诈骗怎么会这么多？因为什么太子集团的那个，没有，我们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原来因为经济差嘛，我没有钱赚。现在中国的经济有多差？你看到中国最夯的是什么？是直播。结果我前几天看到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哇，厉害了，还被冲浪，应该是假的吧？结果我看到这画面的时候，我吓死了。现在搞直播也太累了吧？他真的要冲浪，结果。他就这样子直接摔倒了，是真的内卷到不可思议的地步。你看这个壮汉啊，哇塞，原来他真的是在冲浪哎，在摄影棚内直播冲浪，而且他们是5、6个人同时直播，他有非常多的考试，比如说他是要跳一首一个舞曲，然后跳，有没有跳，然后你要稳住，然后你就指别人换别人跳，就开始看到底谁能撑住，你知道，然后看谁能撑得比较久。哎，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在冲浪。我还以为是 AI 嘞，我还以为他是在摄影棚内做的效果，后来发现没呢，后来整个出体，有没有？他就跟隔壁的，然后是出体，你知道，然后全部好像2、3个人同时摔倒，我才发现原来有没有左转右转，哎呦，摔了，哎，好像在那个打保龄球一样，发现竟然是真的，所以太荒谬了。他也很拼那个是冲浪那很累的。是重点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个直播这样子，可能又有人就开始这样说啊，那你们来比看啊，谁可以撑得比较久？然后呢，就开始打赏，有没有？这是双人的，2个人跳舞，2个人 PK， 就然后呢，就看谁比较先下去，然后就开始这个打赏。你要知道，他们这个抽成事实上很难赚的。比如说我打赏1万块人民币，那公司就抽7成，剩下的3成，也就是3000块，是所有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上这几个人一起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一起分，对啊，不是，如果我今天不是我表现非常好，应该是打赏我，就没有是大家 share 的，因为大家都在上面啊，大家一起惨的，对，所以它就变成是团播，所以你知道他们就说现在连这种直播的都要这个已经那么累，而且我跟你讲一句实在话，这个壮汉长得又帅，身材又好，平衡感还那么好，还这么会冲浪，结果轮到要跟大家一起在这 PK 直播，你就知道他们内卷的压力有多大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另外一个女团，还有古装，穿古装也来了，穿古装来冲浪的，你看这我们看错漂亮哦，它有很多不同的，你看，对，这是那个中秋节，因为它很搭时事，他们也要冲浪，也要冲浪，然后推出古装冲浪的，然后就看大家开始 PK， 2个开始 PK， 现在有其他的，你知道怎么样吗？障碍赛直播还要搞障碍，是真的假的啦？你看障碍赛，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这么稳，它根本像电玩一样，有没有？你看这有没有冲浪然后开始你这样冲浪还有旋转的，因为障碍来了，你原本我真的觉得如果是真的太厉害，你看哦，冲浪，然后他会觉得你这样冲浪太简单了，对吧？因为太厉害了，障碍来了，你要跳起来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觉得。搞到最后，每一个人中国直播主都是武林高手，而且会这样，我们一路看下来，现在中国经济也太差了，就是大家必须要各出奇招去做这样的事情。结果我们已经讲，外送员在中国已经非常卷了，结果现在还有比外送员还要卷的，叫做跑腿员，等于是说大家已经这个职业已经很惨。还有这个下面还有在一起分食的，是，你知道外送员，你看有没有看到一个外送员然后手上拿了很多东西，这个叫跑腿员。你知道外送员跟跑腿员差别在哪里吗？就是外送员送到当地之后，就跑腿员帮你跑上楼帮你送到那个点那他怎么样去付钱？有没有？他就来，他说我帮你交，然后呢扫 QR code， 你这个单就给我2块。外送员可能这个单可能赚个5块10块，对，而且你知道，你看这个钱不是非常少吗？就我跟你讲，就是很少。可是呢，你这样一整天下来大概100多块，100多块的情况之下。没想到就为这100多块，2个打一个，为什么2个打一个？因为那个大妈她要抢单他就说我这里我就都包了，把那个原本那个人弄走。你看有没有？你看抢成这样，别抢了，我要给他，为了多少？赵和打成这样，为了多少？就是为了1单2块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说现在这个中国的经济你这样整天搞下来，也顶多其实赚个那个100多块。那中国经济惨到连这个赚个100多块。这样子一个单都要抢得头破血流。慧珍，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，跑单已经非常扯，结果现在连你看到画面吓死人，小学生
小学生他也在跑单，是，然后呢，他就冒雨跑单，你知道吗？他有的是说啊，我刚好下课没事，我现在就来跑单。但有的人想说，哎呀，我帮爸爸妈妈多赚一点钱哦，也可以的。所以他们就说，现在我刚刚不是提到吗？大妈来跑，现在连小学生下课的时候都来跑单，那甚至你知道，小学生是大家抢着跑单啊，抢着跑单，抢着跑单。然后他们就说，现在没有想到啊，骑手竟然变成包工头啊。你看到这个画面，这个是这么多的小学生是包围一个外送员，就说叔叔我啦，你找我啦，是这样子的。哎，赵和，你还记得我之前大概去年讲的这个案子是这个外送员送东西到了，然后大家小学生去拿东西。现在曾几何时，经济惨到现在小学生也要变成零工。打零工啊，让那个外送员反而晋升为包头了，让这些小学生帮他开始跑单，当跑腿，其实看了蛮难过的。宇轩，这样一路看下来，现在中国经济真的出大问题了。你刚刚看到大妈跟小孩子，他们都纷纷去跑了这个腿，而且什么？对于新鲜人来说，我毕业惨了。为什么？你看到这画面，这是10月12号，在甘肃的中医药大学的2026秋季的双选会。这不是什么马拉松，在台湾看到有马拉松，100人、1000人马拉松，这是求职会。结果你看到这条线没？这些一打开的时候，大家冲啊！跟蝗虫一样了。当然啊，现在中国你任何的大企业或者公司行号录取率有1%哦，他们就觉得这个可以考了，非常的有价值，因为代表几率已经算是高的了。所以你还能想象说他们现在内卷的有多严重？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外送，甚至直播主呢，这个都是情有可原。但现在最可怕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公司行号持续的内卷，失业率持续的攀升，没想到一路卷到哪里？卷到公务员招考。是不是要卷到公务员招考？他现在官方中国共产党说，我们要把公务员的招考资格呢持续的往上调整。对，以前跟你讲说35岁你就不能考了，现在跟你讲说可以啦，我们再往上拉到38岁啦。你如果有硕士我给你到43岁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为什么？不然失业率不能看。就是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理由跟借口嘛，就是你们不是失业，你们只是还在待业中，你们只是来读书，你们来招考，所以呢，建议你最好是多回学校去。那对于很多人来讲，可以逃避现实啊。既然考到硕士，我就可以考到43岁，那我干嘛？我重新回去读书。他想要去瓦解这个我们讲就业市场现在这个窘境，但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只是延迟死亡嘛，因为代表说中国现在包括你要就业找不到工作，然后你要考试也考不着工作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他其实很多人在讲因为国考你看他好像放宽，对不对？但我跟你讲，没有，他的名额其实还下降，也就是今年我招100个人，对不对？结果说明年我只招96个人，对，下降4%。所以很多重考班的人一直在讲说，好消息啊，因为我可以再混2年了。我等于说我可以再多考2年，反正我本来就考不上了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坏消息就是会有更多人来跟我抢这个考试。等于就是说，连国考这个场合都会变得像战场一样，如同你刚才看到那个小朋友，每个人那个外送叔叔这样说：“叔叔给我，叔叔给我。”那未来会变成国考，每个人都说：“拜托给我机会，拜托给我机会。”所以你知道吗？他们现在连考试，也就是你要应试。你如果想要进去呢，任何的工作行号的话，你知道多辛苦吗？第一个你要先学会抬腿跳。抬腿跳，我坦白讲，我完全不懂到底为什么要比抬腿跳。就抬腿跳看谁厉害，然后再来伏地挺身，然后伏地挺身完之后，还有别的，还要深蹲。我想说，你是要面试健身教练吗？他说没有，我们只是一个组装设备公司。为什么你开我什么玩笑？你组装设备公司练这要干嘛？我还以为他是在军队，不是啊，莫名其妙组装设备的公司。对啊，我想你设备有多重啊？但是你知道现在更扯的是什么吗？还出现新兴的行业。刚刚讲说有我们讲的帮跑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这个不是，这个叫做代跑的。什么叫代跑？也就是我今天你要面试，对不对？我陪着你去。那我会跟你教你说，赵和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进去之后你要说些什么？你这个我保证录取啊，那有没有保证录取呢？没有，就诈骗集团。诈骗集团对。他说，你看他来到那个画面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等一下进去千万不要说你自己是这个我们讲的专科毕业的，千万不行。你要说你是初中或高中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说你明明学历很好啊，但为什么不能报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报了之后，他说你大专毕业对，那太贵了您请找别人吧。那初中、高中便宜货色，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拿进来用。那分岗的时候呢，你还要说真实的学历因为你下进去之后，人家就问你说你什么科系毕业的你这时候要报真的，对，然后这时候再把你做分考。但这是更可怕，你知道什么吗？这个还算是有良心的这是真的。结果这真的是骗人的，对，有假的。这个木西子学姐，对，学姐你是个骗子。对，你看学姐的照片漂漂亮亮，像 AI 照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会跟你讲说，来，跟我上课。我认识很多，比如说像小米企业我熟，我小米高管出身，你只要缴6000块人
民币给我，陪跑你15堂课，每小时399的，而且简历修改599，保证帮你办到好。就真的有人哦，6000块拱了哦，就知道你知道他遇到谁吗？他遇到 DeepSeek 啊，全部都 DeepSeek 在回答他，都是 AI 都假的，6000块哎，对，然后从头到尾都是诈骗人民币哦。然后你知道吗？甚至还有更贵的是什么？要2万块。所以你想想看哦，你原本他们是想说什么？哎呀，我想要去找一份工作，就是你还没有当成韭菜，就你已经被割了。你本来想说呢，我想要上岸，结果没想到你还没有上岸呢，你先被挑夫给骗了，先弄成这样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去工作的时候，他说，真的是工作好难找。我连去面试的时候，竟然你知道呢，面试官跟我讲说什么？说啊，您面试是吧？哦，我帮您算上一卦吧，你运势不好。还有帮忙算的，就把你的这个 interview 的这个书，我看完之后运势差，对，哪有这种屁事的？他还讲更严重，而且你会堕胎啊，所以我把你废掉啊，不让你过关。然后他想说，我单身，你跟我讲我堕胎，这什么烂理由？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们甚至有人想说，哦，好吧，那我至少在学校哈，我不要去面试，对不对？那我去哪里？我去到一些这种我们讲的哦，这种分享会，对，去到一些呢这种宣讲会，你知道什么叫分享会、宣讲会吗？比如说台积电是不是有到校园宣讲？他说 LV、Louis Vuitton 啊，到校园去宣讲。LV 耶，大品牌，国际大品牌，没问题的哦。对，他想说，我只要认真听，搞不好我资格条件够好，对不对？我对时尚美，我就上了，对不对？就 LV 讲了3个小时哦，讲3个小时，我跟你讲说，哦，没有，可我们今天没有要招人。就开玩笑，但是呢，他要你签一份书，你知道签什么书吗？什么书？授权同意书。授权什么？2年的肖像权，你的肖像权要给我用。我去听你讲话，我还要给你我的肖像权。对，但我没有要请你，就是单纯请你来听。那他们其他就气炸嘛，说，不是，按你什么迪奥啦、雅诗兰黛啊这些其他的公司，好歹都会给一些赠品吧，比如雅诗兰黛有保养品整套了，哦，至少没找到工作，我还拿到产品可以回家用。他说 LV 什么都不送，所以他们说这个卷到这种程度，然后好几10个人全部去，就觉得我好像被骗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